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30号。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昨天涨了一天，为什么价格又不涨了？或者今天利用这一张图表来跟朋友们判断一下，比特币要继续大涨的前提，比如说今年的6月份，或者是今年的3月份要大涨的前提，这一个 WR 指标里面的知识，等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包括昨天比特币币安上面是有一根 K 线插针到$2700，很多朋友也是在关心我们去年底部抄底的筹码 15K 我的多单是没有被平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不能买到2700的比特币，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包括等下也来跟朋友们跟踪一下最近金鱼的动向，有发现金鱼在这一根上涨的时候又买入比特币啊。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最近30分钟的程序是没有信号，不过高级组前一段时间在25K 附近，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的信号也是有给了好几个买入的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还是一样这个超级趋势指标，上一次来到27K 附近也是因为在这边遇阻。那这一次在这边遇阻，如果它要突破，有哪一些条件？等下来跟大家讲。我们首先观察一下这个趋势指标，目前还是压在头上，压力还是压力，所以也要留意一下。如果还要做多，你尽量观察这根 K 棒的一半，也是一个很重要支撑，或者是昨天打出的这个下影线，也是很重要的支撑。如果是期货还要做多，我的观点是，你只能看盘中有没有压回。除了这个超级趋势指标，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的60MA， 目前还是压在头上，以及日线的布林线上轨还是压在头上。不过现在好的一点，它这个轨道已经不同了，它这个中轨向上，上轨也是向上，下轨也是向上，所以趋势对我们来讲，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健康，也不排除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山寨币，从比特币的市占比可以明显的观察，昨天比特币没怎么涨，或者是甚至有一点下跌，但是最近一些山寨币的市值，山寨币最近有一些品种是相对比较活跃，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的市占比，昨天就有一个 N 线，所以在这个位置有可能最近的一些热点会不会是在山寨币，有可能比特币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或者是这个市占比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箱体的结构。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下比特币最近金鱼的动向啊，因为在推特上面有看到这则报道，金鱼目前积累的比特币数量是创出2023年的新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走势图啊，它这个位置目前的持仓达到10枚到1万枚的比特币的金鱼，目前是持有了1300多万枚的比特币啊。持有的数量是超过一半啊，因为都知道比特币总共的数量也就2100万枚，还有一些可能是丢失的，我们就不管。但是从这个数据来看，金鱼好像一直在积累这个比特币。那今天要跟大家跟踪一下，也就是金鱼排名链上钱包排名前100的地址，之前有跟大家讲，在每一个波段的低点，感觉总是有金鱼在买入。那这一次前面是有跟大家讲，有几只金鱼是在25K 附近继续买入比特币，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下54名的这一只金鱼，到现在它也还没有卖出啊。第一次进入的时间是在9月7号，转入我是相信应该就是有金鱼在买入。等下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视频的简介里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21名的这一只金鱼啊，上一次我观察到的好像就只有2万多枚，但是这一次我们去留意一下，它是数量又有增加，接近32000多枚，而且时间也是在2023年8月份左右第一次转入，所以这些金鱼我们后面要不断的去跟踪，他们有没有转出，如果有转出，有可能不排除也是，如果涨到波段高位的位置，到时候我们要留意他们是不是在卖出，或者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一只金鱼79名的，就是这一只啊，1万枚，它目前还是1万枚，也没有卖出，时间是在8月18号。然后我们去留意一下，还有一只金鱼是最近刚刚买的，也就是9月28号前天大涨的那一根 K 棒，它是转入了13000多枚，我是相信应该就是在买入啊。所以我们观察一下，既然这个位置在这整个底部的区间有金鱼买入，
或者是这一根 K 棒也是有金鱼买入，是不是有主力，或者是有一些大资金，它是在跟风主力，有没有可能继续暴拉？就类似前面的这个区间继续暴拉，或者是类似今年的3月份这种暴拉的 K 线。我们首先观察一下这个威廉指标啊，朋友们参数可以直接用10跟20，就是这两个威廉指标，要去留意一下。比如说在今年的6月份，它要大涨的前提，这个白色跟黄色的这两个威廉指标必须要给我穿过20下方，而且必须要一直维持在20下方，才有可能走出这种大井喷的行情。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威廉指标，白色的跟黄色的这一个值，目前还没有穿过20下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今年的3月份，这两条线穿过20下方，大致是在这一根前后，就是在这个位置开始穿过20下方，然后一路往上井喷，甚至整理到位再往上涨，它是一直维持在这个20下方。只要威廉指标没有回到20上方，有可能就是会一路井喷。包括今年的1月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就已经进入20下方，它一直维持在20下方强势飙涨，在这个位置不知道涨了多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空间是多少，42。所以我们最近尽量就观察什么时候这个威廉指标能不能赶快给我穿过20下方，有可能预示的上面的空间会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位置，它如果要强势进攻，还有哪一些条件必须要满足？因为既然上面是有压力我们要留意，如果要整理，时间不宜过长，2根到3根的 K 棒可以接受，超过3根我们就要烦一点，它这个位置指标不是进20下方，有可能就是不进20下方。那如果不进20下方，我的观点我们要留意它这个位置震荡，期货要继续开多，只能观察一下有没有压回。所以期货的单子有一些进场的点位是非常的难开特别是24小时交易的市场，或者是为什么用这个威廉指标，因为它反应比那个 KD 更快到底有没有可能马上进到20下方？像这种位置进到20下方就确立，它就是有可能要开始飙涨。特别是进到20下方之后，我们留意不要回到20上方，包括这些位置都是一个强势波段的利润。但是我们观察目前的 KD 指标，明显的看到它连80都还没有到所以要等 KD 也可以，不然我的观点 WR 指标反应速度是更快，而且它跟 KD 是不同KD 向上的话，比特币才是涨的。WR 指标它跟 KD 就是倒过来的，它必须要向下，比特币才是涨的。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